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讲到经济，讲到薪资，讲到物价，每个人都非常有感。来看看我们邻近曾经世界第2大经济体的日本，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失落的20年过去了，接下来失落的10年要继续下去吗？我们看到哦，南韩最新消息，它的平均薪资已经超越了日本了。这是南韩企业的一项报告指出，20年前南韩的平均薪资啊不到日本的一半，可是现在呢，日本已经陷入了通缩，如今南韩的企业薪水已经超越日本了，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坏消息。美国跟日本其实都绑在一起，那这样子的关系影响到它的经济吗？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罗斯义他说。美国谋杀了德国和日本经济这个是前伦敦经济与商业署前署长罗斯义他也算是一个这个做过公家单位的这个执行的一位这个人物他也是一个学者。他说，德国跟日本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这个大家没有异议，美国可以命令德国、日本推行亲美政策，但是美国没有办法对中国这样做，因此中国不受美国控制。美国能够谋杀日本跟德国，但没有办法谋杀中国，不得不说服中国自尽，意思要中国自我了结我封杀你各种的这个科技啊，各个技术，让你去自己毁灭自己说服中共转型成类似西方经济体的结构所以你看到呢某种程度我们看到这些专家说，美国某种程度是谋杀了德国跟日本的经济。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项数据，我刚刚讲日本在过去1980年代吧，它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只比美国这个屈居美国之下。结果呢，后来跌到第3嘛。可是观众朋友，从今天开始，它已经变成第4名了，它现在变成老4了2010年，日本被中国超越了，变第3。2023年就是去年，日本的 GDP 正式被德国超越，跌到全球第4大经济体。这恐怕会导致日本的国际话语权降低，国内经济低迷，民众的消费力也大幅减低。我们台湾很多人到日本去旅游，大概可以看得出来这件事情整个日本民众的消费力已经大幅的减少了。可是德国恐怕也不能高兴太早，它可以追过日本，那是因为日币大幅贬值也大幅的影响了日本的经济，所以这个经济体的这个此消彼长，各种的这个算法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了。不过我们来看看，包括我们刚刚讲的日本跟美国某种程度是连在一起的，对它的经济现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军事上呢军事上日本就是跟着美国来抗中俄嘛，这个是没有疑义的我们看到最新的一项消息是，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说4月份会有一个叫做美日菲3方峰会，拜登、岸田文雄跟小马可仕会到华府一起去开会，这个叫做美日菲的领导峰会那讲的恐怕跟军事的合作有很多的关联。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现在俄罗斯可能也要被针对了。美日预请要禁止部署太空核武，这是美国跟日本联合提出一项所谓的安全理事会的决议，这是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强调各国应该遵守禁止在太空部署核武的条约。他们担心俄罗斯会在太空来部署核武所以呢要放弃将核弹头送入太空的潜在计划。他们可能有侦查出俄罗斯有这样的计划，我不晓得，他们可能有这样的情报，所以希望他们放弃。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这个世界分分秒秒看起来都有人在做兵推。最近有一项从美国华府智库来主动发动的一项兵推的报告这是去年1月发布的解放军攻台兵推报告，指出解放军如果攻台会遭到美军的 F-22还有潜艇南北夹击，结果会是失败的。
而日本会损失超过100架飞机、26艘作战舰艇，中国会丧失所有现代化海军，而且会损失155架飞机跟138艘的舰艇，看起来就非常的惨烈。各个交战国都会损失非常多的军人、军舰。很多的武器哦，那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一个大国即将崛起啊，或者是正在崛起，那就是印度。不要小看印度哦，它的经济体现在是名列第5。有一项数据预估，可能很快也会超过日本，在2026年变成第4名。那它在印度洋也开始展现它的实力了，包括印度跟中国在西藏那边有一个边界上的争议啊，我们看到了莫迪印度的总统跑去参加希勒隧道的剪彩哦，那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中国跟印度的一个交界处阿鲁纳省印度的外交部说，中国对阿鲁纳省提出荒谬的主张强调这是和中国的这个接壤的东北省份将是印度完整而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是阿鲁纳查省我们看到，包括印度也在发展它的半导体啊。因为印度人很聪明啊，那可是外媒就讲说可能会过不了中国这一关。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莫迪晶片梦想可能会被无情的打碎，因为很难突破中国强大的半导体产能这一关。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印度也发布一则新闻，最近的国际新闻，它的特种部队突袭被劫的船只，让35个索马利亚的海盗投降，这是40个小时的行动，被形容非常英勇。可是也有网友就说，你们是正规军啊，他们是海盗啊，你击溃海盗不是应该的吗？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德国可能不能笑得太早啊。因为德国这次超过日本，并不是因为德国的经济表现很亮丽，其实德国的经济2023年很糟，那它为什么会超过日本呢？因为日本贬值贬得太严重了，日本贬得非常的大，那因为这是用现行的汇率来计算，不是用平准购买力，那因为用现行汇率来计算的话，所以就德国超过日本了。可是日本在今天开始升息了，是。那大家已经在看日本一旦升息以后，日元会不会开始涨上来？理论上讲，你央行开始升息的时候，日元应该就开始慢慢要回升了，股票就会开始往下跌。按照基本的原理，大概是这样。所以当日元慢慢在回升的时候，那很明显的，很有可能到明年或者后年，我们看到数字又变了，它又回到第3位了。那如果日元一直又在回升的时候，人均所得也开始产生变化了，因为都是用现行汇率来算。而韩元如果继续贬值的话，因为现在韩国的经济状况很不好，韩国目前来讲，它跟中国大陆已经没有顺差的地位了，它就变成逆差国了。也就是说，而且这个逆差一直在扩大，所以对韩国来讲，它现在是一步一步的在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市场。那因为他一直追随美国的情形下的时候，跟中国大陆关系越来越恶化。然后我们看到三星也开始在往后退了，那个现代也在往后退了。所以当三星现在他们都开始在萎缩的时候，韩国如果日元又上来，韩元一贬，那人均所得又改变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日本又超过韩国的人均所得，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可能还不能讲太早，一定要拉开很高的距离之后再说。你再来去论断，我觉得这个比较有道理。再加上就是说，因为人口数的结构也不一样。不过讲到韩国，我们做台湾人来说的话，我们内心里面是有点难过的啊。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们班上有几个韩国的留学生，那时候我们政大很多韩国的留学生，他们来台湾读企管所、读大陆研究所，就东亚所，是读三民主义研究所。因为他们为什么要读这3个研究所呢？他们想要了解台湾怎么成功的。那个时候韩国的人均所得就我们台湾的2/3。真的哦。我们都比韩国人富有太多了，很嚣张的。那时候很嚣张的，那时候我们走路很嚣张，我们走路有风，我们很有风的。然后韩国人看到我们的时候，既谦虚，又羡慕，然后呢又渴望能够有我们台湾的那个时代。结果呢？我们从李登辉上来了以后，我们开始一直往下走。我这是平心而论哦。李登辉上台开始，我们一步一步往下走，然后到陈水扁的时候走的往下的更快，然后到马英九到今天，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骄傲的事情。现在贫富差距太大了，
现在台湾有钱人太有钱了，为什么？他到大陆成功发展了，然后他现在跟我年龄差不多了，他不干了，他儿子不接了，他就把大陆的财产、工厂开始做移转。他回到台湾，钱满满都是，因为他在大陆赚了很多钱，他回到台湾来就买房地产，所以你看那个豪宅，绝大部分都是从大陆回来台商买的。为什么？太有钱了。那我们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我个人是觉得啦，印度还早。印度要赶上中国大陆还早，它的那块地方我们叫藏南地区，藏南地区绝对不是印度的，印度不要说鬼话，你才是最荒谬。那块地方从来不是你的，为什么？你不要忘了那条线是谁画的？麦克马洪线。麦克马洪是英国统治印度的时候的总督，他违反英国政府的训令，他想染指西藏，所以他去确占那块地方。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历史的写在上面，国际法写在上面，印度不要公然说谎。是。来，李老师。好，我们就从印度这里开始把它推回去来看。这一块地刚好是麦克马洪线跟传统中印边界的这一块空间地啊。那这一个地里面最大的特色啊，印度人设了省，但是没什么人居住，纯粹就是设省要占有。那这一块地呢，一直是中印双方啊，大家都还存着要解决的问题。那中国在这个立场上一直采取一个比较忍让的立场，那印度一直采取比较嚣张的立场。那到底能嚣张多久呢？那么这是英国人遗留下来丢给中印的一把刀，中印呢应该好好来解决，而不是照着这一把刀啊，大家互相砍来刺去啊，这个才是双方解决一个重要的心态。大家都是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不要再上帝国主义的当。第二个呢，就是看到这个美菲日啊要开这个高峰会议我都想起了布林肯的一句话：日本还好，菲律宾呢，凭良心讲，你在这个角色里，你到底是上周的谈判者，或是内在大家要吃掉的这菜单呢？形式上你是上周事实上你是菜单呢？不，现在说的亚洲国家谁对这个菲律宾有领土的野心？没有啊。那么南海的问题，只要大家照南海行为经济准则，就是美国煽动你在那边捣蛋了。没有的话，这个一签大家都有好处的事情，是把美国给赶出去了。因为美国在这里抓头没名，抓尾没名嘛，你吵什么东西呢？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呢，这个日本呢跟德国，日本大家都清楚嘛，叫做广岛协议，把它搞得没落了30年嘛。但是台湾现在在吹现在台湾吹跟你这个讲法完全不一样现在台湾吹出来的是，哇，日本经济现在怎么样子？大好啊！大好吗？好啊，你去看看，应该是衰退吧？那是你说的。现在台湾吹所以我用吹嘛。现在吹得好得不得了股市好什么好，然后明天一片欣欣向荣还有被韩国赶过，那你们简直是韩奸，我说什么奸？我已经不会说水煎包了，水煎包。水煎包。Okay, 那德国呢？德国最近这几年遭到的最大的伤害就是俄乌战争，它的能源被破坏了。它要付出更高昂的能源的代价。而一个制造业的国家，当能源被破坏的时候怎么办？谁破坏的？很清楚是老美破坏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呢，那可以看得到，这个英国的学者讲得很对，这两个是受害者那我们再来看看，最后来看日本跟德国的实力。日本有1亿2千万，德国只有8千万，所以他们两个的实力现在不是谁超过谁，那只是相对性的差异，而不是绝对性的差异。比如说我们今天中国大陆输美国，那是绝对的差异；那大陆赢日本，那是绝对性的差异。所以这个还只是一个相对的差异，不能言之过早。可能还要再观察一段时间。来。其实刚盛峰大哥讲的是真的我看台湾媒体最近在说什么日本终于结束了30年泡沫经济，真的有吗？你确定是这样子吗？太少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恐怕还要再观察。那实际上，当然刚2位大哥都已经解释过，这其实就是一个汇率造成的一个现象而已，那个不是长久的东西，你只要汇率一改变，它马上就起来了。但是重点是在哪里？
重点日本要警惕的是，南韩跟德国的经济这2年也很差，结果你还输他，虽然你汇率有影响，你还输他，表示你的经济也不好，就是大家经济都不好。所以德国跟日本现在要担心的是什么？不是德国担心日本或日本担心德国，而是你们都要去担心印度。印度很快就会超过他们了，因为印度人多嘛，他人口基数太大，所以他现在排名第5，很快可能就会到第4甚至第3了。所以我觉得德日现在是要甩开印度这个尾随者，恐怕是非常困难的。那至于说这个太空部署太空核武的方式，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全世界第一个部署太空里头核子动力的东西就是美国，第一个在太空进行核子实验的也是美国。美国现在自己正在偷偷进行太空的核武，实际上当初提出星战计划不也是美国吗？那你美国每一次自己在弄的时候，就跟别人讲你不准动，你不要动，你不能用，然后我要用，我继续用。这个会不会你觉得别人会听你吗？你说过去大家如果关系良好，也许大家还可以谈。以现在的俄罗斯，他怎么可能会听你的？对，现在俄罗斯来讲，你美国越要我不弄，他恐怕弄得更厉害，因为他一定会想嘛，你叫我不弄，表示你现在正在弄这个东西嘛。等到被你弄出来，那我不就完蛋了嘛？所以对普丁来说，你越要我不弄，我就越要弄，那大家就来弄嘛。那至于这个兵推这个东西，其实去年就讲过，今年又拿来炒冷饭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结果就是大家倒霉嘛，全部完蛋。那这种兵推的意义到底何在？而且这个兵推里头很多参数已经是对美军跟美国、日本、台湾这一线是最有利，对，已经非常有利了。结果还是一个惨胜。那这个兵推真的有意义吗？那至于印度，我一直觉得印度当然很有雄心壮志，他一直把中国视为假想敌。可是印度的根本的东西不在于它的科技不行或什么东西，而是在印度本身的政治环境跟它整个国家的环境是不一样的。它如果民族性不改，整个社会的方式、制度啊，整个形态不改，印度永远不可能追上中国大陆。因为一个没说话不算话，然后很多东西今天这样说，明天忘记，然后下次看到利益就沾，没有利益就跑。如果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话，你怎么可能让人家对你放心去跟你做交易呢？所以我觉得印度一定要摆脱他们过去的这些陋习。你如果能够摆脱这些东西的话，印度才有机会去跟中国一决高下。好，我们刚刚提到中国大陆现在对美国看起来是更加强硬了，因为我们刚刚收到的一个最新的消息是歼20紧急升空在中国大陆，结果是为了要逼退外机大概有这个多架他没有讲是哪一个国家可是一般猜测可能是美国的这个飞机这个来到这个可能在中国大陆的领空附近因为他的新闻报道没有写得非常清楚，重点是歼20立刻紧急升空，把这些外机就国外的这些军机给逼退了这是来自于刚刚央视的报道。我们再来看看，包括普京，因为刚刚这个新任期那他已经计划要出访了，出访的第一个对象就是你猜的没有错，是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他5月就会到中国大陆去见习近平了包括印度啊、北韩啊的都有出现一些态度我们看到呢这个克里姆林宫婉拒对访中消息的评论中国外交部未回应这个是媒体的报道这个普京访中的日期外媒认为说应该是早于习近平访欧，因为习近平即将要到欧洲去了嘛所以媒体有这样的报道。不过我们看到包括俄罗斯这边还有中国外交部目前为止是没有评论的如果这2个人再度见面，那要背靠背吗？要联手下大棋吗？我们先来看看习近平他自己的这个出访的一个行程好了。现在确定的是他会到法国去因为这是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这个纪念日嘛所以我们看到习近平会访欧洲，这是确定的。那地点法国也是确定的。可是另外一个国家叫做塞尔维亚他在2月份的时候，我记得他的总理有说这个习近平会来吴奇奇说习近平会来访问不过现在因为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并没有确认所以我们只能揣测说，习近平5月的欧洲行有可能会去法国以及塞尔维亚那另外呢，他到法国去到底为哪桩呢？有人说这个是为了俄乌战争，可能有一些调停的计划；也有人说，那因为这个奥运快到了嘛，到那边做一些奥运相关的一些这个访问还有一些宣誓那另外我们看到6月份威马三角预计派兵军援乌克兰这个新闻是这个从哪里来的呢？大家知道威马三角指的是波兰、德国、法国那是不是有一些军援呢？军演的是这个跟乌克兰
兰战争也有关。而8月法国将会举办巴黎奥运，我刚刚讲的这都是欧洲的重大事件。而另外我们看到援乌法案仍卡关，这是来自于美国。美国不断的在提供武器给乌克兰嘛，还有包括一些军援，可是有一些 project， 有一些法案卡关了这个美国的参众议员有人不同意嘛可是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就说，我承诺我不会让乌克兰战败，我们一定会提供各种的资源，不会让乌克兰战败。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马克宏最近这一段时间对于乌克兰战争这个战场上面有不一样的态度了，他看起来更强硬了，变成鹰派了吗？那是为了要凝聚欧洲吗？还是说他自己为了奥运即将来到的奥运，他有一些打算呢？我们刚刚讲到了威马三角那是不是就说这个有更进一步的行动，甚至是不排除出兵乌克兰呢？俄罗斯认定英法已参战，他单方面的认定吗？如果是这样，这个战事会扩大哟英法都是这个NATO 的成员，那这样子不是变成世界大战了吗？包括如果俄罗斯来攻击英法的话，就是可能对北约来宣战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最近有一件事情发生，这是英国的防相国防大臣他说，我的座机我坐的这个皇家空军的公务机在俄国附近感觉被干扰这一定是俄罗斯干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军事专家说 GPS 干扰是俄乌战争的外溢风险之一，同时也凸显了导航战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地方在打仗嘛，它一定会有很多的这个 GPS 的干扰的一些事项，那这样子外溢出来，对很多航空器的安全造成了影响。另外，打仗要人、要钱、要武器很多资源，那人当然必须讲人员很多都已经阵亡了，所以你看到欧美军人暴退潮就是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募不到新兵，所以不只是欧洲烦恼，现在美国也发生暴退潮，很多人要退役了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看到包括克罗埃西亚考虑重新实施征兵制，丹麦计划扩大征兵的范围，也征女兵了我们需要更多的人上前线，这句话是来自于美国参议员的呼吁他叫做格里汉，也来过台湾访问他说乌克兰国会议员呢，你应该赶快通过动员法征召更多的公民入伍并且他说，干嘛27岁以下的男子豁免参军，不能要把这条拿掉，让更多的年轻人上战场，因为那个时候豁免的意思是说，当然有一些是未成年，那有一些是他还在念书，是学生嘛，所以豁免。他说不行，赶快让这些年轻人上战场可是台湾目前其实也遇到同样的情况，征兵不管是募兵这件事情也这个困难，然后延长兵役都是一些替代方案，或者是扩大民防组织，我们现在其实好像也都在做了，是不是那个战争的味道越来越浓？赖老师，你讲到战争的味道，就是说战争的味道越来越浓，战争的风险越来越高。战争的对象越来越是强国的时候，对于北约跟欧洲或者是美国等这些国家的军队来说，他们的年轻人来说，他们离开军队出走潮的情况就越来越高。美国现在的陆海空三军在募兵方面已经出现很大的问题了，都缺额20%以上，招不到人，因为大家都怕死谁要死？没有人要死。所以美国现在的陆军很痛苦，因为他们招不起人，招不住人，空军也招不到，海军也招不到，海军要造船也造不出来，所以现在想请韩国、日本帮他们造。韩国、日本现在也在考虑，我为什么要帮你忙？我帮你，那我自己国家空了，那怎么办？所以北约的开始，现在在服役的人他们离开，新的人招募不进来，那这个部分里面就会出现这种兵员越来越少。原因很简单了。越有可能打仗的对象越是大国强国，例如说在欧洲是跟俄罗斯，在亚洲如果是跟中国，那我敢保证美国大部分的年轻人不当兵了。所以那位议员喊了半天的话，其实我们会最主张他的小孩或者他孙子先去当兵，先去读军校，这是最理想的。可是他绝对不会，他们这些人都叫别人去死，但他们自己的孩子绝对不会去送去当军人。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的政客就是叫乌克兰尽量去死。我觉得普丁的问题是这样子，普丁他连任了，再度的连任第5任，这一任就6年，
那顺利的话就12年。5月7号他新的任期开始，是目前他自己本身已经证实了，他最优先要考虑的是到中国大陆来访问。那美国的媒体报道是说不具名的，说他会去中国大陆访问，这代表什么？新任期去第一个国家访问，代表他最看重那个国家，所以这代表说俄国跟中国的关系还是会更加的紧密。那法国这个部分是因为马克龙去年去中国大陆访问，大陆盛情热情接待，那访问是成功的，所以马克龙邀请习近平回访，那么顺便去中法文化年，而且参加奥运。可是问题就是回去以后没有多久，大概在2月的时候吧，突然间法国向欧盟要求对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启动反倾销罪的调查。那这个你等于是做两面人嘛，那所以很快的我们就发现产生变数了。是这一变数，中国大陆马上对于法国的 Cognac， 就是白兰地酒，就马上启动这个调查。是，而且整个欧洲输往这个中国大陆的白兰地酒99.6%都是来自于法国。所以法国的农业这些酒商一下子重挫。是，你想想看他们多恨他们的马克龙。是，这个是 Cognac， 好，知道，来我们叫进一下广 Cognac 告，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盛峰大哥怎么看我们刚刚讲的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有一些布局。这样子啊，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纯粹是被送作堆，所以美国很认真把它送作堆。事实上，中俄之间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真的是说不尽道不完了。但是呢，现在被逼着两个不在一起，自己都活不了了。所以这是一个大棋局啊。这个布里先生讲的，这美国千万不要犯的错啊。那美国认真的把它给犯错了。那马克龙的态度还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马克龙看起来好像一副要去参战的样子，但是所有对国际政治有研究、那么有讨论的人都知道，他现在最重要的是8月份的奥运能够在欧洲顺利举行。假如俄乌战争仍然如火如荼的开展的时候，请问这一场盛会将怎么办？因此他现在等于用将一军的方法你们这样子那我参战了。结果他一讲参战，所有人全部怎么样子？全部说全部都逃跑，也就是说把大家的吹牛全部一夜之间展现出来。展现出来以后呢，他在更强调说，不是讲假的，是讲真的哦。他越想讲真的，大家就越退缩，目的就是逼着这一次能够解决。所以现在包含中国大陆在和平计划上的努力，包含习近平讲到欧洲之行，可能很重要的，也就希望能够帮法国这个忙，也是欧洲的忙，也是世界的忙，就能够俄乌战争能够画下一个句点。因为一个战乱的俄乌战争，就不可能有一个成功的巴黎的世界运动会。是，请问的俄国能不能参加？好像被抵制。对的，马上。那白俄罗斯能不能参加？好像也。离奇我就一堆了，我不骗你，包括中国大陆没有表态，会不会被啰嗦？你认为呢？那假如这些都不参加，那个奥运会还能看吗？是，那么这很现实，都是体育强国。对，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马克龙一心一意只有一件事情，没有俄乌战争的巴黎奥运会才是他要的目标。是，我们进一下广告。好，8月有巴黎奥运，可是乌俄战争还在打是啊，对马克龙来讲，他当然因为奥运过去的精神就是至少奥运会期间是不要有战争的，所以就是马克龙就是一直不断的呼吁这件事情。那可是呢，俄罗斯这边回的也很直接，好，那你应该去跟以色列讲啊，叫以色列把战争停下来对啊，也是啊，是啊。那马克龙敢去跟以色列讲吗？恐怕是不敢，讲了没用。对啊，所以以色列也不会理他嘛。所以马克龙用这一招，我觉得收效不大。但是现在就有一个危机，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是直接摆明了就说，我认为你英法直接有在参与乌克兰战争，
因为他们过去当然一直都知道，英法有美国也有参与在其中，可是过去大家就是心照不宣不明讲，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把它视为一个有限度的战争。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观众朋友，您看到我们今天哪3位来宾都很开心，因为呢，接近晚餐的时间，我给大家准备了水煎包。哎，嘿嘿，赖老师手上这个水煎包，而且还热的哦，热的，而且也很香，很香。你看我重感冒，我都还闻到那个香味。是。为什么给大家准备水煎包？大家应该知道，最近的关键字就是水煎包，太红了，太红了，热搜啊！因为韩国瑜连续几天在立法院吃水煎包哦。不过我必须要声明哦，我们现在这个为来宾准备的这个水煎包，不是韩国瑜吃的，因为韩国瑜吃的那一间呐，亚西郎吓死人哦，已经全部都没了，排队排很长哦，我们买不到，不好意思，买不到，也不帮他打广告了哦。观众朋友，我们看到韩国瑜现在又爆红了。从过去的高雄市市长一直到选总统，一直到起起伏伏他的人生，现在哇，又迎来了一个高峰啊！我们看到新国会民调出炉，这是来自于镜新闻的民调，韩国瑜才刚上任爆质询权的风波，满意度略高于不满意。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于镜电视的民调，非常满意加上还算满意大概是将近40%这样的水准这有没有超过40%？快到40%，刚刚好40%，刚刚好40%。那不太满意加上非常不满意30多%所以很难得啊，因为大家知道镜电视一般认为它比较偏绿会有一些机构效应所以韩国瑜院长现在在一般的民众的这个心里对他的满意的这个程度是高的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过去前2天台湾民意基金会在昨天发布的一项这个满意度调查，韩国瑜院长的满意度有52.10%，不满意度只有34.2%。同样，台湾民意基金会游盈隆的所以也是偏绿的所以看起来包括民进党的这些朋友们或者是民众党都要绷紧神经了，因为蓝营可能看起来又有一个新的共主虽然不新可是这个感觉上韩流这个风又吹来了。我们来看看民进党过去黑韩从2018年黑韩产业链嘛到现在这个反作用力发酵了吗？打过头了吗？那当然必须讲。韩国瑜院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现在在立法院很怕又被做文章。我们看到，包括在立法院接待3地的乡亲，3个地方乡亲人气很旺啊。我们来看看现场的画面。这就是最重要的一场，立法院的神经中枢就在这里大脑也在这里所有的咨询也都在这里，热情欢迎大家。那大家看我的眼睛很疲惫，我大概没有办法陪大家太长。陪大家照一张相，等一下吃饭我就不陪了，好不好？好。好，刚刚讲到水煎包变关键字了，比较特别的是友台，大家知道这个数字电视台，过去呢黑韩呢真的是一箩筐，可是呢今天如果您到他们这个友台的网站去看，哇不得了，全部都是韩国瑜，全部都是水煎包，3立大作韩国瑜水煎包，这是为哪桩？当然最直观就是蹭流量最直观的这个反应就是蹭流量，因为有人要看，有人要点阅嘛，所以就多做或者是多发这样的新闻您看到包括这个价钱28块地点谁最爱的呀？老店曝光说冯世宽也来过，5天吃2次而且刻意其实某种程度啦，必须讲这个所谓的捧中间还有杀就说这个包子这么贵，28块然后呢这个买一颗在其他地方都可以买2颗了所以你看到像这样子的疑似捧，可能后面是杀这样子的媒体操作，媒体的风向必须讲大家可能都要小心，要注意了我们看到韩国瑜现在在网络上的搜寻，哇，那个热度有好几波高潮3月16号，也就是在
立法院所谓的没收质询权，或是唱名三次立法院未到哦，开天窗那一次的这个新闻的热度是最高的，因为是隔天嘛，316哦，一下子冲高起来，然后319哦，像这个吃包子的这个319又这么高哦，吃水煎包的这个新闻起来又这么高，你看到的相关的主题啊，包括韩国演员柳俊烈哦，他是搜寻第1名的，我不知道观众朋友有没有在看韩剧。因为最近他在韩国有一个这个所谓的劈腿的绯闻啦，哦，艺人之间的绯闻，韭菜水煎包哦，这个相关的韭菜水煎包，洪申翰，因为洪申翰也是因为跟韩国瑜有这个质询的争执嘛，所以是第3名。只要跟韩国瑜有关的哦，就被这个搜寻超多的唱名啦，因为我们讲立法院3次唱名没到嘛。还有油煎哦，为什么油煎这个我不太懂？油煎呢？哈，油煎也有。那为什么是柳俊烈？柳俊烈他本尊长这样，大家看一下，他长这样子，他是韩国一个艺人哦。最近因为有绯闻，结果被大肆报道。可是为什么会跟韩国瑜有关系呢？原来有一位直播主啊，他如果把头发都弄没有哦，就戴头套的话，看起来像韩国瑜。那戴上头套之后，就像柳俊烈。所以也就是说，韩国瑜长得像柳俊烈。大概是这样子啦，你看到民视这样子的一个标题就这样写：金陵美男撕脸卸妆撞脸韩国瑜，判若两人，网超震撼。我到底看了什么？好，像这一家水煎包我刚刚提到的嘛，哦，来宾手上有1颗，可是不是去那里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有找这个小编去找，本来想说排队买个这个几颗回来给大家尝尝看，就没想到这个一大早啊，这家店门口大排长龙，至少要半小时、1小时才买得到。大家买不到，我们今天就先用这个水煎包来代替了。这家也蛮好吃，这家也蛮好吃，这家20块一把，是不是内湖的那边？对，内湖的。那我晓得哪一家，因为他没赞助，我们也不帮他打广告了。所以韭菜水煎包哦，那就有人讲说怎么办？柯文哲现在都没有新闻，是不是柯文哲明天就骑着 U-Bike？去买这个韭菜水煎包哦，这样子才会有新闻哦。所以大家知道，政治人物就是这样哦，新闻哦跟这个政治的这个相关联性啊，真的水帮鱼，鱼帮水。来，先请教顺峰大哥。我必须这样讲啊，时代真的是变了啊，我变那种追求这种声量的浅碟式的现象跟媒体的操作。让我们整个的议题上，事实上这几个跟整个的国家政治有什么关系？我看不懂。是，或许是我们真的年纪大了，我们这一代的真的没有办法去体会为什么这个会成为一个话题。委员，那你觉得这样是好还是不好？我只能讲这是一个现象，我们也没有能力去改变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现象。究竟我们会把台湾的政治社会会带到哪里去？这个才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这个水煎包应该来自于民进党本来想酸一下是韩国瑜开始的，就是他不接见外宾去吃水煎包，这个本来就一件很无聊的话，结果可以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啊。我们只能讲，面对这样的现象，我们就必须在这样的现象去寻找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才不会走岔走弯。我们大家只能这样子，因为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改变的。第二个呢，导致这一份民调才给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这份民调里面还同时有蔡英文跟陈建仁的民调，他们2个都很差。是，那蔡英文差已经不是新闻，因为他已经差2年了，这是差到没有把他拉下，没有让民进党下台，这是我们比较遗憾的啊。那至于陈建仁，那差也合理，因为赖清德等所留下来的问题，他一个也没有解决了。然后呢，他自己搞出了一堆的问题，到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所以差是很合理。那台湾的社会也可以证明一个事，就是说我们对每一个人的角色分工其职是很清楚。对于行政，我们看拿出成果；对于立法院长，我们要看到的什么？有没有照规矩来？有没有公平正义的行使？有没有让立法委员的权利受到伤害？有没有让立法委员的尊严受到迫害？我想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至少韩国瑜这个院长他做到了。那至于前一阵子炒得最厉害的这执行权怎么被剥夺，
哎呀，算了，不要吹牛好不好？迟到就迟到，还讲得那么好听，这本来他就是如此嘛。我们以前当立委的时候还不是一样，练3次名字没到你就没有了，就跳过去了。要的话就重新登记，那从最后来，这本来就是这样的规矩。为什么到民党的身上就可以变成这样的那个新闻呢？还真不要脸，自己犯了错还不要脸。这个不要脸的结果是伤了民进党，凸显了韩国瑜的正确性。是不，你不从某一个角度，他犯了什么错？他犯了一个错，就唯一没有照你的路子走嘛。那本来就不应该照你的路子走。这立法院要能够顺利的运作，立法委员要有尊严，权利不要被剥夺，那就是有法依法，无法依律，惯例嘛。那个惯例也是如此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至少短短的这一个时间里面，民进党一直想用高雄市长的或是总统候选人的韩国瑜去黑他，而他们忘了他今天是立法院长，只要他公正的行使了这样的一个权利，只要他公正的让官员有尊严，让委员有尊严，权利不受损，他公平的行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那你黑他什么东西呢？你们越黑，只是越凸显他的正当性。他的52是这样来的。记住，他已经不是高雄市长，他也不是总统候选人，他是立法委员了。请用这样的角度去监督他，去看他，或许你们还可以找出一条路，否则的话，你们仍然是被吃掉的水煎包。好，被吃掉的水煎包。好，来，彬哥，我觉得镜新闻跟台湾民意基金会基本上都是相对比较偏绿的媒体，那他们做出来的韩国瑜的制度都居然就是满意度大于不满意度，那这个对绿营显然就是一个警讯，也就是过去这2个月，他们对韩国瑜的操作基本上是失败，完全没有打到要害，反而助长了韩国瑜的声势。然后讲，我一直觉得韩国瑜本来根本没做什么，他也不过就是照规矩，对，就是按照规则走而已。是民进党自己在那边庸人自扰，以为这样子可以像过去一样害到韩国瑜，就没想到越打越高。现在害柳俊烈吓出一身冷汗，差点被包子经过。柳俊烈说关我什么事？因为是一个偶像明星，差点被包子干掉，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人家心头也是蛮担心的。所以这一切是谁搞出来？不是韩国瑜搞出来，是民进党自己搞出来的。那实际上，镜新闻呢，他们去做这个民调的时候，他另外还有一个问台北市虐童案呢，他认为谁要负责？你知道他讲多好笑吗？他说62.6%认为台北市要负责。我想说，哇，原来这么多人都认为台北市要负责，结果是57.3%认为新北市要负责，55.7%认为中央政府要负责。所以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都要负责嘛，不就这件事吗？但是他故意用这种方式去写，就会让你觉得说好像转移了，就跟三立一直在打水煎包，就跟刚刚盛峰大哥讲的一样，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产生一种幻觉，就是韩国瑜为了水煎包牺牲接待外宾，你愿意去吃水煎包？你到底在讲什么啦？我建议韩国瑜下次接待外宾的时候，直接请他吃水煎包。不错。对啊，因为一举两得嘛，美食啊，又有得吃，又可以接见外宾。这根本就是2回事，他硬要把它凑在一起。而且韩国瑜吃水煎包的时间是什么时间？是午饭时间，好吗？午饭时间他没有出去吃饭，他在办公室里头吃水煎包，为了什么？他就是怕他如果去外面吃饭耽误了行程，会影响到下午的议程，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吗？所以我觉得你拿这个去黑韩国瑜，真的本身是很可笑的一件事啊。所以韩国瑜没做什么，真正让他声量高的其实是民进党。民进党用这种乱七八糟、乱打一通的方式，不断去打之后，反而助长了韩国瑜的声势，让他起来。那所以民进党如果够聪明的话，你们现在担心韩国瑜会选2028，对不对？实际上你们如果什么事都不干，他慢慢，因为他就是个立法院长而已嘛，他的焦点再来说根本不会在他身上。结果你们硬要把焦点集中在他身上，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谁教你们这一招了。教你们这一招的人，我看搞不好是韩粉卧底。他就是希望你们去关注韩国瑜。所以真的，我真的觉得民进党很傻。这个时候你们要去打的是谁？你们要去打的是卢秀燕。你告诉我，你教他们呢？不，我就教他们啊。实际上他们也有打，他们不是没有打，只是我觉得很奇怪的是，他们现在把全部精力拿来打韩国瑜，是超无聊的一件事。你要打也是打卢秀燕，因为卢秀燕是现任的6都市长嘛，你比较容易抓到他毛病。韩国瑜只要按照议程
他到底有什么毛病可以抓，我也不知道。所以真的不要傻了，民进党，你们这一次哦，我再讲一次，现在在内部跟你们开会的，可能里头就有韩粉在教你们错误策略，赶快改正。有人卧底哦。对啊，赖老师，我觉得民进党可能回到过去时空错乱的一种经验因为马英九刚上任的时候，第一任，在国会里面民进党是小党，国民党是大党，所以那个时候国民党是完全执政。那由于民进党是小党，民进党就在国会里面闹。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去踹立法院院长的门，踹这个部长的门等等的，好像是法务部长的门，法务部部长的门这样。然后每天在立法院里面闹得一塌糊涂。然后后来又创造一个说什么再怎么野蛮也不能怎么野蛮这样。也就是说，当他在立法院他是小党的时候，他就是闹成一片，乱成一片这样，然后把责任都怪在这个执政党身上这个就是民进党的手法。可是他时空错乱，是因为现在的执政党是赖清德，可是他在立法院是变成小党了，所以民进党认为他在立法院变成小党，因此他就开始又采用过去是小党的方法在闹。可是这一闹呢，闹到年轻人看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们一直在吵的说我要质询权，我要质询权，然后又在强调说这个质询权有多么重要，有多么的神圣性，好像拉到最高了。然后就是说，所以你看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些人穿的西装革领，对，都穿白衬衫那衬衫都洗得很干净，我想都不是自己家里洗的很多搞不好都在洗衣店把它洗得好好的。好，全部拿了一个绿色的牌子在那边走路，然后摄影在那边拍，他们以为他们这样一闹会获得社会的共鸣，结果年轻人完全不买单了。为什么？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介绍年轻人会觉得说，你那么要执行权，那你为什么不准时到呢？要不你就是提早到嘛，你怎么还迟到呢？这个就好像学生说，老师我要上课权，可是他不来。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我要上课，我在教室等了半天没有学生来，那我就看超过10分钟了，按照学校的规定，超过10分钟学生不来，那就课就不上了。我们规定有规定说，学生集体没有来多久，你就可以不用上了，你就可以离开了。好，因为不能可能叫老师那边干等嘛。是啊，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对，所以当他们吵这个的时候，学生马上会问说：你那么要执行权，你就准时到，你要不就提早到嘛。所以你自己不准时不提早，你错了你还怪别人，所以他们对这些立委是很不以为然。新闻不断的重播，他们的形象就越来越差。吃水煎包就是说哇，这个金子做的。可是这个国民美食，你问年轻人说28块一颗还好啦，28块一颗偏高啦，偏高。年轻人不会觉得28块一颗是偏高，是哦，说他吃不起，不会吃得起，可是有点贵，有点贵是愿打愿挨嘛，好，那而且我们的台湾的年轻人到处吃东西，他们很懂行情，他们知道1分钱1分货，是，所以你说吃28块，我觉得民进党笨，你不能再炒以前说500块一个便当的那个旧新闻了，你要炒的就是28块国民美食在炒，那就知道自己丢脸。对，而且没有错啊，这个吃28块一颗的水煎包，立法院院长怎么了吗？又怎么了吗？28块国民美食，怎么了吗？拜托，那一颗比平常的大颗，一般人吃2颗就饱了。是因为它比较大。